电影《意外空间》最可怕的不是循环本身，而是他早就把逃脱的方法明目张胆地展示在我们眼前，然而所有人竟然视而不见。大家好，我是驰明，今天让我们一起解读这部经典之作。回到每个循环牢笼的起点，约翰和安迪是一对以偷窃为生的两兄弟，他们过够了穷的叮当响的日子，但是今天他们终于撞了大运。约翰揣着一兜子厚厚的钞票，想到从今往后再不用在垃圾堆里刨食，他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当约翰推开房门时，他却发现了不对劲，弟弟安迪今天一反常态，从他进门开始就像条影子似的贴在他身后，看着安迪在旁边晃来晃去不肯开口，约翰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他突然上前掐住了安迪的脖子。 ¿Perdón de qué? ¿Ahora de qué, chingado, Oliver? Perdóname. ¿Qué carajo te metiste? Perdóname, cabrón. Perdóname, güey. Perdóname. Te está pidiendo perdón porque no nos presentó. ¿Quién está ahí? 约翰一把抄起手边的棍子，摆出了防御的架势。没等他向不速之客发起攻击，就看见警察丹尼尔端着枪慢慢走了进来。原来是安迪去警察局自首了。丹尼尔毫不留情地命令他们回警局。安迪苦苦哀求，约翰则示意要和丹尼尔单独谈谈。丹尼尔看到兄弟俩扭作一团，觉得好笑，就暂时放松了警惕，手枪被他随意地放在一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约翰猛地用力推开冰箱门，朝着丹尼尔狠狠砸去，紧接着他顺势扑过去。见状，畏畏缩缩的安迪也抄起棍子补刀，两人趁着警察被打倒在地夺门而出，从9楼一路向下逃窜，而丹尼尔也在后面穷追不舍。慌乱中，约翰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一颗子弹瞬间射进他的腿里。丹尼尔猛地愣住，下意识地扔掉了手枪，看着自己的手思考着什么。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爆炸声震得人心惊肉跳，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轻。约翰大声嚎叫，流血的伤口让他痛苦难耐。安迪赶忙用外套包扎伤口，但除此之外他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愤怒到极点的安迪一心要找丹尼尔算账，但黑洞洞的枪口把他顶在了墙上。丹尼尔警告安迪不要乱来，在去医院医治之前必须去警局。兄弟二人虽然愤愤不平，奈何对方有枪，只好顺从了丹尼尔的命令。下楼的时候，丹尼尔不经意间摸到衣领上的一根头发，但他以为是环境过于脏乱差，就随手扔在了一旁。当他们到达1楼，终于发现了问题，门居然从外面紧紧锁住了，而且没有门把手，门根本打不开。而且更诡异的是，1楼下面竟然还有楼梯。 ¿Qué si estamos en el piso 1? Faltan tantos pisos por bajar. Pinche edificio raro. 三人满心疑惑，缓缓往下走去，谁都没有注意到墙上醒目的数字9。越往下走，不对劲的感觉就越强烈，眼前只有望不到头的楼梯。约翰这时才惊恐地意识到，他们被困住了。丹尼尔根本不相信这一切，拿起枪威胁他们不要乱动，自己独自去寻找出路。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都一无所获。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当他再次到达1层，这里凭空多出了一个柜台机。无论是他拍打叫喊，还是踹门打砸，楼梯门仍然像焊死一般纹丝不动。再次往下走，他居然又看到了兄弟俩。那一刻，他彻底懵了，眼神中满是迷茫与恐惧。不死心的丹尼尔又一次跑上楼梯，可最终还是从下面回到了原点。绝望瞬间将他淹没，他愤怒地把钥匙狠狠扔进楼梯缝，钥匙落地的声音仿佛也击碎了三人最后的希望。丹尼尔绝望地脱掉外套，掏出了枪，质问兄弟俩是不是给自己下了药，让他产生了这一系列可怕的幻觉。他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爆炸，他只是不愿意相信。但是安迪根本顾不上和丹尼尔争吵，哥哥的伤口让他忧心如焚。他颤抖着拿出手机，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没有人能够救哥哥。他崩溃地大声呼喊，声音在空旷的楼梯间回荡。看着痛苦不堪的哥哥，他的泪水夺眶而出，颤抖着向哥哥道歉。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还有从小到大的一切。约翰强忍着疼痛，但是仍然安慰着弟弟。他和弟弟回忆起了小时候的事情。¿Te acuerdas del laberinto de Acatlán, Cuando nos perdimos y mamá fue a buscarnos con... 哥哥安详地笑了。安迪颤抖着嘴唇不敢哭出来，
他本来就是个有自闭症的孩子，自首也是因为丹尼尔的威胁让他崩溃。他好像一直在连累哥哥，但哥哥只是拍拍他的肩，朝他笑。他想要帮忙取出弹药，但是约翰阻止了他，毕竟安迪连打结都不会，取子弹只会造成伤口感染。现在能做的只有用水清洗伤口。另一边，丹尼尔砸碎了售货机的门，安迪直接抢过一瓶水递给了哥哥。4个半小时过去，丹尼尔也来帮忙处理伤口，可两人交谈的并不愉快，丹尼尔就独自上楼了。他打开钱包，看着家人的照片，思念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今天本应该是他的结婚纪念日，听到约翰痛苦的哀嚎，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了安迪止痛药。起身时，一张纸牌突然掉落，他疑惑地皱了皱眉头，随后将纸牌撕碎扔在了一旁。哥哥吃了止痛药后沉沉地睡去。不知过了多久，安迪坐不住了，他恶狠狠地警告丹尼尔，如果约翰死了，他就去杀了丹尼尔的家人报仇。药效渐渐过去，安迪惊恐地发现哥哥的伤口仍在不停地流血，脸色惨白如纸，毫无血色。约翰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弟弟说出了心里话。 Escúchame, por una puta vez en la vida me estoy muriendo, pendejo. Yo nunca disfruté de ninguna etapa de mi vida. Siempre estaba pensando en que quería llegar a la que seguía. Y cuando llegaba a la que seguía, me daba cuenta que la de antes era mejor. Siempre quise tener 30 y ahora que tengo 30, quiero tener... No, ya, Carlos. Disfruta todo. La vida es una puta carretera larga y lo que pasamos ya no regresa. Tú vas a ser alguien bien chingón. Tú vas a salir de aquí y vas a lograr algo grande. Yo solo me estoy imaginando esta pesadilla por el puto balazo, pero es más, tú ya no estás aquí. Chance, yo ya estoy muerto. Carlos. Despierta, Carlos. Abre los ojos, Carlos. Despierta. Despierta. 约翰在弟弟的怀中停止了呼吸，安迪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而在另一边，丹尼尔发现售货机里的食物竟然刷新了。更加离奇的事情让他彻底崩溃，他疯狂地晃动着售货机，仿佛这样就能打破这可怕的循环。弟弟从后面猛扑过来，抢过了枪，对准了警察的脑袋，他要为哥哥报仇，却不知道枪里早就没有了子弹。温馨的小家里，男孩丹尼尔正在画画，继父老特正在和小女儿一起变魔术，可丹尼尔似乎并不喜欢继父。一家人准备前往海边酒店，母亲拗不过丹尼尔，最终同意他带上仓鼠，还不忘提醒他带上妹妹的备用呼吸器，因为妹妹有哮喘病。在临走之前，丹尼尔打开抽屉，拿上了一副眼熟的纸牌。下午2点半，大家开心地出发了。大家坐在车上，所有人都对这场旅行充满期待。路上，老特突然皱起眉头，他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他的手又在空中凭空摸出一根竹子，但他并没有过多关心，只是一脸嫌弃地扔掉。路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加油站，就准备停下来稍作休息。老特靠着车子和小女儿聊天，他正在喝番石榴汁。虽然小女儿对这些饮料过敏，但他还是给小女儿喝了一口。小女儿要去上厕所，在去卫生间之前，他把自己的呼吸器交给了老特，这可是他最重要的东西。小女儿不多久就回来了，后面跟着怒气冲冲的母亲。 Tiene asma, Roberto. El azúcar le puede causar alergias. El limón también le cae mal. Pero es de guayaba. Tiene limón, Roberto. Limón. 一家人继续出发，小女儿果然哮喘发作了，他们紧急停车。老特赶紧拿出来女儿给他的呼吸器，结果一不小心掉到地上踩坏了。母亲赶紧跟丹尼尔要备用呼吸器，丹尼尔这才发现呼吸器落在了家里。母亲决定立即掉头回家，刚开出去没多远，前方突然也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老特觉得太危险，不想再往前走，可母亲为了救女儿，坚持继续前行。他们回到了原来的加油站，加油站的商店空无一人，母亲急忙去拿了一盒药，车继续行驶。眼看着女儿呼吸越来越沉重，母亲一路积攒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Mi cabeza estaba como en otro lado. Tus pies, con tus manos, con tu cuerpo. No hables así. ¿Qué pasa todos los días? Deja de gritar, estás poniendo más nerviosa a Camila. ¡Además, ya cállense! 车继续往前开，
但一直没有开出这条路。母亲怒骂老特错过了路口，是个一无是处的蠢货。老特刚想辩解，抬头又发现了那个加油站，加油站依然是空无一人。继续开下去，又遇到了原来的广告牌。老特拿出地图，几十年上班他一直走的这条路，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诡异的想法，那就是他们一直在重复走这条路。丹尼尔本来就讨厌继父，现在更是对他毫无信任可言。他觉得是继父故意搞他们，他自顾自地下了车，但是继父硬把他抱回了车里。小女儿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母亲焦急地哀求老特。晚上7点19分，天却依然亮如白昼。再次停在广告牌前时，小女儿终于支撑不住，晕了过去。母亲把女儿抱到了地上，让她呼吸顺畅一点。No puede ser. Esto no está pasando. Amelita, a ver. Necesito que te tranquilices y que respires muy profundo, muy profundo. Ya vamos a llegar por tu nada. Tranquilízate, ya casi llegamos, ya falta poquito. Nos perdió. Yo confié en él. 小女儿晕过去了，母亲无助地抱住她，向上天祈祷。不知道看到了多少遍广告牌，老特彻底疯了。¿Qué es esto? ¿Por qué nos haces esto? ¿Qué hicimos? 他让老婆孩子在车里待着，自己出去寻找救援。小女儿最终还是没了呼吸，母亲绝望地发动了汽车。Va por ayuda, mamá. ¿Qué haces? Mamá, frena, ya no tiene pulso, mamá. Mamá, ya no sigas, por favor, ya no tiene pulso. Ya no avances. Nada está pasando, nada de esto está pasando. Tienes que despertar, Sandra, tienes que despertar, Sandra, tienes que despertar. Tienes que despertar, tienes que despertar. Esto es una pesadilla, nada de esto es real. No, nada de esto es real. Tienes que despertar, Sandra, despierta, despierta. 丹尼尔抱着妹妹下了车，母亲丝毫不在意，她一直开到了加油站，整个人仿佛失去了灵魂，她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丹尼尔抱着妹妹走回了广告牌，他终于等到了老特。老特疲惫地跪在地上，告诉丹尼尔他们出不去了。画面再次回到楼梯间，3-5年的漫长时光转瞬即逝，这里早已堆满了各种东西。警察丹尼尔变得颓废枯槁，整天在垃圾堆中吃着泡面，他甚至都无法站立，上下楼全靠慢慢爬行。安迪因为哥哥的遗言，一直认真地生活着，甚至利用现有的工具做出了淋浴间，按时刷牙、洗漱、锻炼，翻阅书籍进行学习。35年的时间，他和警察丹尼尔仇恨早已冲淡。安迪还帮助警察解决生活问题，两人一起对着哥哥的尸体祈祷。警察已经有些老年痴呆，但他一直记得自己有老婆女儿。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他想告诉安迪，可他就是想不起来。Todavía no me acuerdo lo que te quiero decir. Nunca me acuerdo. Mañana te vas a acordar. Ven, vamos. 35年后的公路上，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垃圾。老特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行尸走肉，母亲也患上了痴呆，被老特当作发泄的工具。丹尼尔则把生活过成了荒野求生，他早就和两人分开住了，利用刷新出的工作服搭出了一个帐篷，用罐头平底锅煮植物仙人掌，每天定时听音乐、爬山，把刷新出的呼吸器扔在一起。他积极面对生活，因为他知道妹妹不会希望他过得浑浑噩噩，总有一天他能走出这个世界。他和仓鼠一起玩纸牌，仿佛妹妹还在他身边。父子俩时隔多年，终于选择开口。此时丹尼尔已经忘记了母亲，老特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讲，但他也忘记了。当他再一次触碰自己的妻子，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心跳。丹尼尔的母亲去世了，老特最后一次亲吻了她，把她安葬在了小女儿旁边。老特这么多年第一次开始回忆，他想起了临行之前那个甜蜜的吻。他突然头疼欲裂地倒在地上，他想起了一切。与此同时，躺在楼梯间的丹尼尔突然痛苦地大吼着安迪的名字。Ya me acordé. Si te digo lo que me acordé, me voy a morir. Oliver, llévame al mural. No existe. Fabiola no existe. Yo no existo. Marco Antonio Molina no existe. 35 años extrañando una vida que no existe. Soy Daniel. 他终于想起自己根本不是警察，而是那个被困在公路35年的小男孩。之前出现的纸牌和老特扔掉的竹子，都是上一个空间的见证。那是一艘无尽漂流的竹筏。Y si causas
un incidente. Te va a pasar lo mismo. No hay tiempo. Una vez me advirtieron y me olvidé. Hace mucho tiempo.他们没有听那些警告，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忘了自己的曾经，所以被困在了新的空间。他们警告着身旁的年轻人，一定要写下自己的名字，不要拿起红色的本子，不要走向下一个新的牢笼。Ni siquiera fue un desperdicio, porque no fue real. Nada es real. Tú y yo no somos reales. Somos una versión alterna a la realidad. El verdadero tú y el verdadero yo estamos en otra parte que sí es real, en otra parte que son felices, y nosotros estamos en estos infiernos infinitos. 老人们带着无尽的悔恨死去，他们的手上都有一个红本子，红本子上写满了剧本。原来这一切都是早已被安排好的，枪击不是意外，没带呼吸器也不是意外，一切都是剧本。剧本甚至精确到了中枪的位置。尽管老人们再三警告，丹尼尔还是没能忍住。丹尼尔在回去的路上，果真发现了一辆崭新的警车。当他看到警车的那一刻，想起了继父的话，他的手握在车门把上，心中逃离这枯燥生活的念头瞬间占据了上风。最终他收拾了行囊，一把火烧掉了帐篷，带上仓鼠上了警车。在打开车门的一瞬间，他便已经失忆了。他打开了属于他的小红本子，上面写着他是一名有妻子儿女的警察。他用车上的剪子剪掉了头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楼梯间摸到头发。他最终穿上了制服，警车成功开离了荒漠。警车缓缓驶向那个即将困住他的楼梯间。丹尼尔临死前懊悔不已。安迪同样没有听劝，当他看到35年不曾变化的楼梯，突然间出现了电梯，离开的念头几乎快要把他逼疯了。他坐立不安，歇斯底里地撕掉书籍，最终他把放在哥哥尸体旁的枪拿了起来，对准了自己。最终他还是没有抵抗过诱惑，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走进了电梯。从进入电梯的这一刻起，他便失去了过去的记忆和身份，他也拥有了一个新的红本子。他的新身份是酒店服务生卡尔。电梯缓缓打开，一对甜蜜的情侣走了出来，他们今天刚刚结为夫妻。当他们走出电梯来到酒店走廊时，卡尔放出蜜蜂蛰伤新郎，他们再一次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新娘最后在扶梯上死去，她并没有更换她的婚纱，她依然记得自己曾经是一位新娘。循环终于因为她的死亡而结束。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本应成为接班人的孩子没有拿过红本子，而是拿走了熟悉的仓鼠，意外地打破了这可怕的循环。看完意外空间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普通人陷入了永无止境的循环？表面上看是那些诡异的意外空间，但仔细想想，真正困住他们的其实是他们自己。你看，他们明明都有机会挣脱这个循环。仔细看那个警察的选择，他撕掉的哪里只是一副扑克牌，那是他和现实世界的最后联系，是他作为警察的全部尊严，但他选择了亲手毁掉它，就像我们常常亲手毁掉那些真正能救赎自己的机会。再看那个继父，那根竹子就在眼前，他只需要弯下腰就能抓住，但他宁愿站在原地，看着希望滚落深渊。这不就是我们面对困境时的样子吗？机会明明就在手边，却总是视而不见。最让人揪心的是，每次循环最后都是一老一小，年轻的自己眼神里还有光，还相信能改变什么，年老的自己却已经认命。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吗？20岁时觉得能改变世界，40岁时却连自己都改变不了。我们渐渐被过去的失败和遗憾束缚，就像那些被困在循环里的老人一样。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每个轮回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设置一个人的牺牲？我认为这是在告诉我们，想要真正打破人生的循环，就必须有人勇敢地直面真相。就像那个小孩最终的选择，他需要有人牺牲来唤醒他的记忆，让他看清这个循环的本质。说到结局，最打动我的还真是那个小孩的选择。当所有人都拿过红本子找寻所谓的真相时，
他却选择了那只仓鼠。那些拼命抢红本子的人，像极了现在的我们，为了所谓的标准答案，为了别人眼中的成功，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一件件丢掉。等回过神来，才发现手里握着的从来都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所以电影里那句写下你是谁才那么重要，不管经历什么，都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样子。那个选择仓鼠的孩子给了我们启示，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总有人记得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所有人都在追逐虚幻的真相时，还有人愿意蹲下来守护心里最干净的那片天地，这才是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它不是在讲一个恐怖故事，而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逃出循环，而是在循环中依然保持清醒。真正的勇气不是打破规则，而是在规则中守住本心。所以下次当你面临选择时，不妨问问自己，你是要那个众人追逐的红本子，还是要守护心里那只不起眼却无比珍贵的仓鼠？我是驰明，我们下一部电影再见。